听了发刊词以后，你可能想赶快了解量子力学到底颠覆在哪儿。不过，在介绍这些颠覆之前，我先要说一个重要的问题：谁才是最正确的解释？你可能在科普书上看到过这样的话：对于这个现象，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认为如何如何。这潜台词就是说，量子力学一定还有其他解释。对，据我所知，每个量子力学现象目前都至少有16种解释，而且它们彼此的说法是完全矛盾的，谁都不服谁。其他物理学理论大多都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，那量子力学这16种解释，到底谁才是最正确的解释呢？我先告诉你，谁最正确这个答案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不过请你放心，量子力学的解释虽然多，但它们还是有共识的。为了理解这一点，咱们先想象这么一个场景：大海上漂浮着一座冰山，这冰山分成了2部分，一部分在水面以上，一部分在水面以下。在水面上呢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说的共识。具体来说量子力学的共识就是指各种各样的实验现象。我们研究科学理论就是要描述这些实验现象。在量子力学里，负责干这件事的就是薛定谔方程，这是由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薛定谔提出来的。他能够准确描述所有已知的实验现象，这事儿没人反对。所以除了实验之外，薛定谔方程很管用，这也是我说的共识。可是，在海面以下，冰山到底是什么样呢？我们就看不到了。你说这冰山是长在海底上的，还是漂在水里的呢？是不是都有可能啊？这物理学里面也有这种看不到的地方。比如说，你搅动一下水就会产生水波，那你搅动什么物质会产生光波呢？这种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。100多年以前有人就解释说，光应该是在一种叫做以太的物质里传播的。我们搅动一下以太，光波就出现了。你看，以太就是一种解释。这种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合理想象就是解释。提出解释是为了弥补理论的不足，是为了把科学延伸到理论暂时管不了的地方。但为什么量子力学会延伸出这么多解释呢？这是因为和其他学科相比量子力学的实验特别不一样。比方说，有的学科一共有100个实验，你的解释能描述99个，而我能描述100个，那我的解释肯定比你的更准确。但是量子力学偏偏不这样，它的每一个实验就像一座冰山，分成了2部分，一部分在海面上，我们看得见，这是我们的共识；另一部分在海面下，我们看不见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只能靠解释了。量子力学的分歧就全部出现在每个实验当中看不见的这个地方。我举个例子，一个光子照在屏幕上，会形成一个光点，这个光点就是咱们看得见的部分。但这个光子发出之后，落在屏幕之前，它到底在哪儿呢？这也就是看不见的部分。这10几种解释就是从这儿出现的。真正的实验解释起来都很复杂，所以我用一个叫薛定谔的猫的著名思想实验来给你演示一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解释。我先说说薛定谔的猫是怎么回事。薛定谔设想，把一只猫和一个量子装置关在盒子里，这个装置里有一个放射性原子，还有一个毒药瓶。如果原子发生衰变，就会把毒药瓶打破，把猫毒死。但是如果它不衰变，毒药瓶就不会破，猫也就能继续活着。那猫到底是死是活呢？很抱歉盒子里到底是啥情况，你必须打开盒子以后才能知道。如果我们弄1万个这样的盒子，把它们全部打开，那我们就会看到大概有5000只猫活着，5000只猫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2种情况的概率各占 50%， 这个概率分布就是物理学家的共识，这就是水面上的那部分。但是盒子打开之前，猫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打开那一刹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这就是水面下的部分，实验看不到的地方。解释就在这儿出现了。我给你讲3种最常见的解释。第一种解释是说在你打开盒子之前，这只猫同时处于既死掉又活着的一种状态。注意我说的既死掉又活着是一种状态，不是2种状态。
这是因为原子处于既衰变又没衰变的状态，它连带着把猫也变成了既死又活的状态。不过你一打开盒子，这个奇怪的状态就消失了，变成了要么死要么活。这种解释就是哥本哈根解释，它的提出者是以物理学家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。你肯定觉得这个解释特别怪，哪有既死又活的猫呢？薛定谔也这么想，他提出薛定谔的猫就是为了反对波尔的解释。于是他提出了第二种解释，就是说在打开盒子之前，猫要么死了要么活着，绝对不可能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。你打开盒子以后不过是看到了打开盒子之前的这个情况。这种解释听着就舒服多了吧？可是还有人不满意。你可能还听说过第三种解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打开盒子之前，猫确实既死又活，但打开盒子的那一刹那，我们所在的宇宙分裂了，变成两个不同的宇宙，其中一个宇宙中的你看到了活猫，另一个宇宙中的你看到了死猫，两种概率各占 50%， 这叫平行宇宙解释。它的提出者是物理学家费曼的师弟埃弗雷特三世。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无厘头，但它满足了量子力学的一条基本假设，叫信息守恒。信息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失，所以埃弗雷特认为既死又活的信息是必须守恒的。你要是只看见活猫，那么另外一半关于死猫的信息就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，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宇宙里。因为这个宇宙跟我们没有联系，我们互相也不知道，所以呢就把它叫平行宇宙。平行宇宙这个解释就是这么出现的。对一般大众来说，平行宇宙这个说法脑洞特别大。你想还有一个宇宙，还有你，还有我，只是故事情节跟咱们不一样，这多好玩呀！所以好莱坞大片也特别爱拿这个解释说事儿，很少去管背后到底有什么科学逻辑。当然，这还只是我们常见的3种解释，剩下几种解释也一样。他们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都是在实验看不见的地方说事儿，而且各自都有优点和缺点。那么这么多解释，到底谁才是对的呢？有没有办法判断呢？办法是有的，那就是增加新的证据。比方说，你要是想看看冰山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可以用声呐去照一下，你用声呐拍到的回波，这就是新的证据。很多物理学理论的解释都是这么判断出来的。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以太，这东西谁也看不见，确实不好判断。但是19世纪末的时候，有人做了一个新的实验，证明以太不存在。从那以后主流科学界就舍弃了这个解释。量子力学也不例外。在它刚诞生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没有定论。比如当时爱因斯坦对薛定谔的猫也提出了一种解释，我在后面的课程会详细说到。但现在你只要知道，物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，爱因斯坦的解释不成立，这就相当于用声呐做了水下探测，把爱因斯坦的解释给否掉了。于是，在量子力学的名单上，有一个解释就可以划掉了。那剩下的解释怎么办呢？很不幸，今天我们正处于量子力学没那么多声呐可用的年代，没法给出判决。绝大部分解释都和现有的实验证据相吻合，我们只能暂时接受它们同时存在。要想把错误的解释排除掉，我们只能期待将来的实验了。那么，在这门课程里，我到底应该用哪个解释给你讲呢？我先说一个物理学史上真实的例子。你可能听说过麦克斯韦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，他提出的方程组把电、磁和光3种现象统一了起来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他当时对方程的解释完全是错的。即使是这样，他的方程不但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验结果，还完全符合后来的实验结果。现在很多领域，比如说通信工程，都要用他的方程。你看，只要抓住了方程，就算对方程的理解是错的，也不耽误我们利用方程做事儿。所以我要找的解释，它需要符合一个条件，就是说，它和方程的联系必须非常紧密，最好就是照着方程的计算结果直接翻译成人话。这样一来，
就算这个解释真的有错，影响也不会太严重。这个方程在量子力学里就是薛定谔方程。最符合这个条件的解释就是哥本哈根解释，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薛定谔方程展开的。它还有2个优点，一个优点是它引入的主观假设比较少，不像有的解释要修改薛定谔方程或者要引入平行宇宙。还有一个优点是，在它提出来的时候，其他解释还没有诞生，它一出生就是主流解释。量子力学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参照哥本哈根解释的，你在科普书上看到的内容，如果没有特别说明，大多也是在引用哥本哈根解释。当然，时代发展了，新的实验对哥本哈根解释也做出了一些升级。只要设计这些升级，我就会为你讲升级的版本。比如说，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薛定谔的猫，其实是个不可能的思想实验。在以后的课程中，我会为你详细解读。好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，量子力学既有共识又有分歧。共识是薛定谔方程很管用，和实验看得见的地方。分歧就是16种解释和实验看不见的地方。目前我们还需要更多实验的证据才能够区分这些解释谁对谁错。我会选用一种尽可能贴近薛定谔方程的解释，让分歧不再是问题。最后留一个思考题，如果你听到一种不认同的观点，但是你没证据，暂时没法反驳，这时你会怎么办呢？留言说说你的思考。好，摆正了量子力学的位置，我们就可以深入了解量子力学了。下一讲，我就先来回答一个你可能最关心的问题：量子到底是什么？